欢迎回到99的沙发漫游频道。那这期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们去看病的一些经验，还有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包括了什么呢？有健康检查专科医生、足科、眼科、急诊、眼挑针、痔疮跟大肠镜。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都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减肥。而且我们看的痔疮医生跟减肥医生是同一个，进出呢都帮你解决了。那由于我们在美国呢，真的是深受美国医疗的迫害，没错，我真的可以用迫害来形容。那么美国的医疗呢，不但等待时间能把你给急死，那价格还能把你给吓死。就算美国有医疗保险啊，作为中产的我们就很惨，是不符合奥巴马的那个计划的。所以呢，每个月至少要500到1000美金的医疗保险。但是呢，在美国你得到的医疗服务跟你付的钱是完全不能成正比的。在美国，如果我们要约一个家庭医生的话，最快的 appointment 的时间大概是半个月到1个月之后。就像宝爸上次他胃疼打电话去约医生，家庭医生说你1个月后我们有一个时间可以给你进来。那如果没有啥事儿的话呢，他1个月后估计胃也就不疼了。但如果他要去看急诊呢，那急诊能把你给急死。一般的等待时间是3到4个小时起。那在沙巴雅比这边的急诊要等多久呢？刚好在前1-2个月吧，我有一个美国的老同学跑过来沙巴雅比这边玩，他突然呢就胃病又犯了，当时把我给吓死，因为他整个人好像就瘫了一样，整个人呢蔫了，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于是我就立刻把他送去急诊。那我们去的呢是 Gleneagles 的急诊。那从我送他进去，然后拿着他的护照到那边登记。那登记的时候，护士就把他推进 triage 那边，然后给他量血压、心跳，所有重要的指标全部量好之后，等他送到急诊室里面的病床上面去观察，也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他那个胃病一犯就很惨，他说他这个胃病是打完 COVID 的预防针之后呢，突然之间有一天他就开始恶心要吐，吃什么吐什么，包括喝水他也吐，但是他不吐呢又不行，所以他一般来讲就一天喝几大瓶的水，但是一天吐个10次20次。他这个问题呢在美国也看过，但是医生就跟他说你什么指标都正常，那也没有办法告诉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病就一直跟随着他，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的，冷不丁什么时候就会突然间犯。就他胃病一犯的时候是完全不能进食的，所以医生给他打了点滴，大概是4种药物吧。那他在急诊室大概待2-3个小时是没有过夜的。那我们去买单的时候就一共是900多马币，那算下来就200多美金这样子，就是在全自费的情况下，没有交过任何保险的钱啊。那如果你买了旅游险的话呢，你需要自己先付了这个钱，然后到了之后再跟那个旅游保险公司去 claim 这个钱。那他是有买旅游保险的，所以我还没有问他到底有没有 claim 到那个钱。那当然他也想要知道说在马来西亚这边有没有专科医生可以看，就关于这个胃的问题。那在1个礼拜里面，我们就给他约到了2个不同的专科医生，一个是消化系统的医生，另外一个是专门是上消化系统的医生。就是每一个专科医生都有自己不同的专长嘛，所以什么地方有问题的话，你可能看的医生是不一样的。那其中有一个医生还是讲华语的，那也是提出了一些跟美国医生不同的意见。由于他时间不够，他来这边就1个礼拜的时间，那是没有办法 follow up 的。其实时间长一点的话，说不定还真的就能把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那在美国呢，他其实因为这个问题呢，已经不愿意再去看医生了，因为他无论看多少个医生，这些医生都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那至少在马来西亚这边呢，他能很快的拿到 second opinion third opinion， 然后他拿到这些医生的单据之后呢，就可以回到美国去跟那边说这边的医生建议我做什么项目，就直接可以去约美国的专科医生了。要不然的话呢，他好像连那边的专科医生比如说是做一些检查都没办法去做，因为之前检查的医生没有开这个项目，那他就没办法去看病，也没有办法报保险。那在沙巴雅比 Gleneagles 这边呢，如果我们是看专科的话，我们的经验就是只是看专科医生的话，大概是在200马币左右吧。那算下来就是50美金左右。那药呢是另外要付钱的，那一般都在1楼，你去结账的时候，如果你要拿药的话就直接去1楼。在马来西亚这边的1楼呢，一般来讲是2楼，所以去到拿药的那一层，然后把单子给他，立刻你就可以拿到那个药，大概等个半小时
就是你所有东西在那边结完账拿完药就可以回家了，这是看专科医生的。那急诊那边呢，就是你走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药都给你了，而在急诊那边结账。那我们这次呢，刚好又有美国的两夫妇看了我的视频之后过来尝试一下这边的健康检查，也是在 Gleneagles， 他们选的那个项目就是350马币的。那 Basic Plus 的这个检查呢，有包括心电图、胸部 X 光、糖尿病筛查、脂质分析、肾功能、肝功能、痛风、乙肝、尿液、尿常规、甲状腺、类风湿、梅毒等等。本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已经挺不错的了，我们以为健康检查就是健康检查嘛，因为早上呢他们是不能吃饭的，到了医院之后第一件事就先抽血啊，然后验尿啊。那他们验完尿之后呢，惊呆了，他们被带到一个 VIP 的小房间，居然送上来2份早餐。他们跟我说早餐的时候我也懵了，原来还有送早餐这么好的。后来我有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他们说一定要多带几件衣服，因为那个医院里面太冷了。大家记得了，如果以后你要去医院里面待超过2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带多一点衣服，因为里面真的很冷，开空调好像不要钱一样的。那次我陪我女儿去做一个 NTU 嘛，就是叫做麦粒肿手术，我当时被冷懵了。那等一下再以过来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去比如说做手术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有什么需要带的。那被冻着的退休的两夫妇呢，他们其实还是需要去看一下足科专科的。足科的专科医生呢，是一个能够动手术的印度医生，他们的反馈就说这个医生挺好的，还给拍了片子，拿了2种药，一共是460多马币，也就差不多100美金吧。那这 Gleneagles 的专科医生呢，如果他是有常驻医生的话，基本上都是第2天，或者是如果你去的早的话，当天约都有可能会有位子。那我的干眼症也是看的专科医生 Dr. Sim， 那整个手术下来的话，就是我还有这个一个要动刀把它取出来的叫做 pinguicula， 就是它里面的增生，大概就几百美金这个样子。那我搬来马来西亚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不用担心要去看病，因为其实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好像头上悬着一把刀，万一哪一天生病的话，一个是你要等很久，当时立刻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可能要被折磨很久，你才能去看到医生。那像我女儿长了一颗很大的麦粒肿，如果在美国的话，我可能就一直拖，那拖到就等到来国外。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就是当天去约，第2天就可以给他约个时间去做手术，因为他那颗麦粒肿还长得蛮大的，所以做完手术大概是这个比较贵，因为小孩子他不能局部麻醉去做这个眼科的手术，一定是要就是整个睡觉睡过去，那这个费用就稍微贵一点，麻醉师的这个价钱是比较高的，好像都几千这样子，所以他整个手术就是去这个麦粒疹呢5000多马币。如果他是个成人，他可以局部麻醉不需要睡过去的话呢，那大概就2000、3000马币这个样子。那我是陪着女儿去做这个麦粒肿的手术的，当天没把我给冻死啊，所以如果你要去医院的话，别忘了带上羽绒服。那一般来讲，这种小手术的话，我看啊，就是基本上它都是半天的 daycare， 会包病人的午餐，但是我这个陪同的就没有午餐，所以我得下楼走过去旁边的餐厅区，那边有很多好吃的，然后打包一个再上来陪女儿。做完任何小手术之后，他都会让你在医院里面稍微观察一下，大概观察到下午的3、4点钟才会让你回去，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一定要带上一个充电宝，如果没有充电宝的话，要带上那种电的插头，就是这种插头，因为它没有 USB 的接口在医院里面，所以你的手机如果没电的话，而且大概率它一定会没电啊，记得带充电宝或者是插头，再加根充电线。那给孩子配眼镜的话呢，是不在 Gleneagles， 我们是在外面一家叫做 iScience 的地方配的那种硬的镜片，就是控制小孩子度数不要再往上增长的这种特殊的镜片叫 Stella Lens。 那我女儿其实是4月份去检查的，去配好了这个镜片，然后现在到了11月份，她的度数是完全没有增长，但是她其实用眼也挺多的，因为她很喜欢用 iPad 去画一些画嘛，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 lens 是真的有用，因为它没有在用这个镜片的时候，大概半年要长25度到50度，所以就很恐怖，所以我是必须带他去看医生，控制一下他的度数的增长。那这种镜片在美国是完全没有的，你几乎只有一种选择，就是
OK 镜，那是出奇的贵，至少是3-4千美金去配一副吧。那如果丢了的话呢，也很贵，可能1000美金左右 replacement。但是 OK 镜因为它度数已经超过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试。但是我们试过那个 daily lens， 就是 contact lens， 是隐形眼镜，它是每天早上去戴8个小时。第一个是那个镜片的隐形眼镜的镜片有点大，它塞不进眼睛里面，就尝试了一下，后来放弃了。所以现在就用这个就是普通眼镜一样的这种镜片来做它的度数的控制。那它的镜片呢，大概是1200马币一副，那算上美金大概280美金，那可以维持大概半年到1年的时间，因为它这个每半年你就要去 check up 一下，去 follow up 一下，看看有没有长，看这个度数是不是合适的。那因为小弟弟呢开始也有近视的问题了，那我们一次去呢就是2个娃，那这样子镜片还有一点点 discount，1170马币这样。那镜框呢是他们自己去选，他们自己就一个选了300多的镜框，一个选了400多的镜框，所以一共加起来2个孩子包检查所有的费用就是2940马币，那大概就是680美金2个小孩。那我记得我在美国配一副眼镜的话都要差不多这个价格，普通的眼镜就要这个价格，还没有包这种纠正视力的。那到最后一个也是最难以启齿的，看到这边你一定是对这个非常感兴趣的，10个人里面有9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痔疮的问题啊。先不跟大家说是谁去看了，总之我们有经验，约了医生去看完之后呢，他是先拿一个手套先给你去摸一下这个里面的情况，然后呢给你 schedule 一个大肠镜。那大肠镜呢，如果他看到有痔疮的话，他就帮你把痔疮给绑了。那这边约大肠镜的效率呢也是令我非常惊呆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看医生，医生就问你明天要不要做，然后我们就可以了吧不会那么快吧，还没有心理准备，然后约到礼拜6，就是大概是大后天这个样子，就去把这个大肠镜给做了，当天就绑了3个。那同样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小型的手术了，所以呢也是要观察到大概4点钟才能回到家，还是记得带上充电宝，还有冬天的衣服。那大肠镜在家绑3个痔疮一共是5900马币，差不多是1300到1400美金左右。那这个呢是可以报保险的，就是在马来西亚如果你买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医疗保险的话，它是可以报的，就等于说你1年的这个钱都已经拿回来了。但是我们有问过医生，医生说这个保险最好是买的时间越长越好，要不然的话它不一定批。那绑完之后呢，大概是在第2个礼拜它就开始慢慢往下掉，就一个一个的掉，可能一天掉个1个，然后隔个2天它又掉1个。那由于我们家呢是自动冲马桶机，很想照相，很想给大家看一下的，由于屁股一抬起来它就自动冲走了，所以来不及照相。像什么呢？那据说就是像绑猪肉一样，它的 downtime 就是你什么都不想做，就是要预留1天到2天的时间在家里面好好休息。那我们看痔疮医生跟减肥医生是同一个，由于我来马来西亚的真的是吃胖了，我以前体脂大概是20几到30%左右吧，一直在这个上下移动。这次一量呢，我的体脂居然有37%。那就一定要开始减肥，要不然的话就不健康了。我这次是下定了决心，开了一个药，那就是这个 semaglutide。我现在暂时呢体重还没有怎么掉，第1个月是适应的期间，但是我的确吃完之后是觉得我的胃口有被控制住，就是我吃几口之后就饱了。那我有感觉我的食欲跟我的胃都在慢慢变小。那下一个月呢，我要吃7 mg 的，这个月是3个 mg 的，下个月是7 mg 的。那我从下个月开始可能就真正能看到一些体重上面的不一样的地方。我现在可能掉了0.2磅，今天是第10天，如果有效果的话一定会跟大家报告，所以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减肥药再加上看医生是700多马币，虽然不便宜，但是我觉得就是方便嘛，一共是100多美金，不到200，其实比我在美国被打过那个针的还是要便宜，在美国打1针可能都要200多了，所以这边如果只是吃药的话还是算是便宜的。那我这一期的资讯呢都放在本期笔记里面了。那我当时去问 Gleneagles 的时候，他其实给了我这么多医生来选，是看大肠镜跟痔疮的。那我们就选了中间的这个 Dr. Chen。
沙巴雅比冬令营将于2025年1月14号开营，帆船课程有3天，适合的年龄段在6岁到14岁之间，只有10个位置，还会有环保废物再利用、扎染课和植物印章课。大人在孩子上帆船课的时候，可以去看沙巴雅比的房产和了解沙巴第二家园10年签证。由于沙巴学校放假时间和这次冬令营的时间重合，没有办法像我们之前2期夏令营那样深入探校，只会有比较简短的行程，参观独立中学和私立学校，所以主要行程都是以探险为主。那么10天9晚的行程有包括海岛露营，会入住沙巴私人海岛珊瑚岛。那这个海岛我是专门做了一期视频的，有讲解10个需要注意的点。浮潜的地点呢是要坐船过去的一片珊瑚礁。这个岛是乘船15分钟就到，它里面有豪华露营帐篷，只要爬过一座土山，你就能看到一个几乎都没有人去的私人海滩。在这里你可以欣赏最美日落，也就是沙巴雅比全球排名前3的日落。这里能够远离陆地的喧嚣，品尝美食，感受大自然的宁静。晚上还可以看星星，有篝火，之后还可以去码头钓鱼。岛上的活动也非常丰富，所有的器材都是免费租借，滑皮艇、桨板，还有吊床。珊瑚岛离陆地只有15分钟的路程，所以不用担心晕船。那这个岛给我的感觉是比美人鱼岛还要好玩。这次的行程也会包括一个在热带雨林里面的山间旅社，一共有11层，每层都有不同的惊喜。有人说它像一个树屋，我倒是觉得它像是神住的地方，里面还有千年老鳖和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还有盆栽。在这里你能感受到被大山跟植物包围的感觉，沉浸式体验这片神地的美。这个景点是沙巴雅比的一个新景点，它其实还没有100%的完成。在这边呢，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餐厅，你可以体验不同的食物。我们也会去无国籍村庄，在这个村庄里面的孩子都没有身份，是无国籍儿童。但是当你进入这个村庄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些孩子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他们的村庄、他们的学校和他们的老师，可以跟着村民一起去赶海、挖贝壳，说不定还能看到海花生。听说这是用来做药的。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原来快乐并不需要很多钱。没有供应水，村民靠的是雨水净化还有搬运。在教室里面也没有课桌椅，靠的是老师在白板上面给大家写字。虽然他们没有身份也没有钱，但是并不耽误他们健康的成长，因为他们有爱他们的老师。当然这次行程里面还有一些沙巴雅比必刷的项目，就是红树林萤火虫。下午茶的时候可以选择画画或者是植物纹身。不要小看这边的红树林，它是抵御海浪的最佳屏障。红树林还具有净化环境的功能，包括大气、水体和土壤净化。萤火虫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高，它们只在植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位置有限，尽早报名。